如果说今天他当初是有所准备，甚至于已经这个处心积虑，真的要把伊朗这个神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给赶下台的话，他不应该是那样草草就是那个开动。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显然对于发动地面战争，显然还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甚至举棋不定的阶段。波斯湾那个或者说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导致美国想要逼的伊朗重新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手边有100万地面大军，你只要不敢来登陆，你基本上来说，你要能够开通荷姆兹海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伊朗的国家通讯社就是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政府也放话了。说已经组织了上百万名的战斗人员，包括他们的正规军还有民兵，准备投入地面作战。那最近呢，还看到有大批的伊朗青年纷纷向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以及呢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表达说要参与作战的意愿。伊朗军方也宣称，他们说呢，美国想要用自杀式的战术来强行开放荷姆兹海峡，而伊朗也准备好了应对他们的自杀式战略，就是要达到最后的目的，让荷姆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不过我们也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死忠的人数大概算了一下，也差不多10万人而已啊。究竟现在伊朗讲的这个100万大军是从何而来？好，他当然现在100万大军包含他现在手边所有能够动员的人力加总起来，但其实即便是真的能够动员到100万大军，我个人认为这次的这个地面部队地面作战要能够打起来几率并不高。为什么？因为现在主要是美国能调动的部队数量非常有限。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过去几次包含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跟2003年第2次波湾战争，美国光是应付一个伊拉克，它集中的部队的数量就远超过今天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数量。然后而且当然不可否认，当初打伊拉克的时候，前面一段的时间的打到这个巴格达推翻海珊政府的这个进度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说你今天你要打伊朗，你在这个波斯湾你进行登陆，你要打到德黑兰，路程非常遥远路程非常遥远。其一那再加上你美军的这个地面部队准备不足，那美军如果说好，我现在基本上我只为了要打通这个荷姆兹海峡，所以我把周边几个岛占了。如果说他的兵力要说今天占到这个波斯湾上的关键岛屿，然后以及荷姆兹海峡关键岛屿办得到，但问题他占了以后，他会形成一个腹背受敌的态势。这些部队上去了之后，会时时刻刻在伊朗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射程的武器的袭扰之内，而且更不要说你今天你如果攻占之后，伊朗的这个部队还有负隅顽抗的，垂死跟你抵抗的。再加上从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伊朗它整个在军事指挥上来说，它的去中心化显然做得不错。所谓去中心化做得不错，就是当它的这些高层接二连三的遭到美军的猎杀之后，然后他还能够持续发动这个反击。当然有很多这个美国的朋友说反击的这个力道小很多啊，你看现在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减少了90%，的确是减少90%。但是等到当你部队登陆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战，你部队登陆你夺取一些岛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对方可能会对你的反击，那这个反击会造成你人命的那个持续丧失。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发动了地面作战的话，它就必须是要至少一段时间的，并不是像是到委内瑞拉带了人就走的。对，的确川普他在这次的事，我记得大概1个月前，我们他刚开始发动那个行动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美军的这次的军事力量准备的非常不充分。为什么？因为从那个调集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部队的数量，然后以及这个海上的这个舰艇的数目来看，似乎都在的显示美军的准备不充分。而且你可以从他打到现在3个多礼拜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军他当初的这个战术指导，你虽然说可以说因为他依赖他的高科技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优异，但是整体来说他缺乏一个战略指导。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仗开始打，我要怎么结束？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结束这场冲突？然后你就去开始边打边调整。对，现在看到情况就是边打边调人，所以就一直发生 tackle 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今天他当初是有所准备，甚至于已经这个处心积虑，真的要把这个伊朗这个神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给赶下台的话，他不应该是那样草草就是那个开动。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显然对于就是如果要不要发动地面战争，显然还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甚至举棋不定的阶段。因为波斯湾那个或者说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导致这个美国想要逼的伊朗重新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手边有100万地面大军，你只要不敢来登陆，你基本上来说，你要能够开通荷姆兹海峡，根本是不可能的。
的是，要开通荷姆斯海峡很简单，只有政治解决，那个只有政治才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就算用了军力，能够占到波斯湾那个荷姆斯海峡北岸的这些据点，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彻底的扩清这些据点。你一旦进去，一旦占领，你就要开始陷入跟当初伊拉克一样。旷日费时，而且损失人力非常多的那样的绥靖作战。因为你今天你的想法不是说要整个战线的推进，然后把他这个德黑兰首都攻下，然后把这个政权彻底推翻，而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兵力只够做这些事情，只够在荷姆斯海峡周边占领一些据点，那个据点你一旦占领以后，那反而会是成为美国噩梦的开始。所以变成现在川普最担心的就是。虽然态势上面感觉说我要发动这个地面部队不惜一战，但是呢迟迟没有动作，就是怕说万一像刚刚孝瑋所提到的，深陷到这个以前这个过去经验战争的泥淖中没有办法自拔怎么办？美以伊这场军事冲突呢，从2月28号开始以来呢，到今天3月28号，1个月了还没有结束。现在外界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场战争要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它会如何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26号针对目前的最新局势他又有一个最新的说法。他说呢，应伊朗的要求，将重新打开荷姆斯海峡的最后通牒时限。延长到美国当地的时间4月6号这一天，在这一天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的发电厂这些相关设施来发动攻击，但立刻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说没有要求美国暂停攻击这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 Rubio 3月27号在法国参加 G7 外长会议时呢，向欧洲的盟友表示，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1个月，而美军可以在不派出地面部队的状态下完成战争目标。可是《华尔街日报》呢，却又报道说，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正打算加派上万名的地面部队，包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2栖作战部队，还有第82空降师等等，前往中东地区，让川普在和伊朗谈判的时候有更多的军事选项可以运用，也就是呢，拿军事力量作为他的后盾。那到时候跟伊朗谈判呢，增加对伊朗谈判的压力。不过伊朗方面也听到了，他们说我们准备好了，100万大军等着美军来。先来看一下，这是《工商时报》他们整理出来的，包括了现在对峙的美国、伊朗跟以色列。现在大家也在看的是中国大陆的角色是如何。美国方面刚才也听到了不断的强调说，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也敦促团队要坚守川普呢公开提出的说4到6周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另外呢，不断的强调说是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好，但是伊朗说没有这回事，而且呢，现在呢也针对美方所提出，在这个礼拜我们知道他们提出了15点的和平提案，但是呢，伊朗立刻就提出了抛出这个结束战争的5个条件。其实坦白讲，你详细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双方根本谈不拢的。好。以色列这边呢，则是强调说，任何协议都能够让以色列保留先发制人的攻击选项。中国大陆呢，则是由外长对外表示说，美以双方现在都在释放一个谈判的讯息，出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我们可特别来进一步看伊朗方面提出的5个因为在美国提出了15项的这个和平说要谈判的条件之后呢，伊方面立刻就提出了5点第一个，彻底停止侵略跟暗杀，还有呢，具体要确保不会再发生战争，也就是要永久停战。第3呢，就是一定要赔偿。再来就是要结束所有的领域，以及对中东所有相关反抗团体的，也就是代理人，你不要去找他们麻烦。第5个呢，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并且保障对荷姆斯海峡行使管辖权，意思是伊朗说我必须要拥有荷姆斯海峡的这个控制主权。好，那现在呢，听到川普这边呢，你可以发现他真的是说法一变再变改来改去。现在又突然自行宣布说，对伊朗的这个攻击的最后通牒就是压到4月6号这一天。4月5号，大家知道在美国这边要欢庆的是复活节所以压在这一天背后到底有什么策略？所以我请教大使您觉得现在不管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其实双方都很想谈，是这样子吗？我想比较想谈的应该是川普，要不然他已经taco 2次了，48小时变加5天，对，5天现在又多加10天，那他也没有把战争增高，因为这个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就他所警告的，
你不谈我就要打你的电厂跟你的能源设施的话，那这个战场就进入一个战争，就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就态势有拉起来，感觉好像要增加，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证明它是恐吓。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伊朗对于美方啊，特别是对川普，已经是不太信任了，就一被骗再被骗。然后呢，最终的目标如果真的是要进到谈判的话，接下来要怎么谈呢？因为川普只考虑到伊朗要接受他的条件，对，他没考虑到伊朗也要他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我觉得现在卡在美国要接不接受伊朗的条件。川普的条件已经一再放宽了，川普他说这场战争他已经胜利了。对，他说展开谈判，他说有10个，如果这个谈判的要求清单上有10项的话，他说前3项都只有一个，就是放弃核武。伊朗只要放弃核武，基本上就达成了。对，因为他过去说我要把你的这个导弹摧毁，我要把你的核武摧毁，都没有达到啊。所以现在川普是战场上打不出结果，所以呢要到谈判桌上去找一个结果。那通常我们这个在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啊，战场上拿不到的，你的谈判桌上是拿不到的。那现在那伊朗已经看准美国是不敢随便升高这个战事，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所以伊朗的姿态很强硬，让川普现在是骑虎难下。对，现在就是在看说美方接下来的动作会不会真的派出地面部队哈？这个是不惜牺牲任何的代价吗？真的是如此吗？针对这次对于伊朗的行动哈，川普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向伊朗来部署甚至是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同时也透露说呢，美国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避免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们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讨论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没推进到一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态度也很关键，就是这场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的统计数据啊，从2月28号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对伊朗海军、飞弹、无人机库存啊，还有包括国防工业进行了超过7800次的空袭，并且锁定哈尔克岛上面超过90处的目标。但是哈尔克岛的能源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夺取哈尔克岛的话，就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好，哈尔克岛其实它是个非常关键，因为它是占着伊朗的这个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在波斯湾的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有25公里，长6公里，宽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好，90%的伊朗原油都是从哈尔克岛出口。那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说，美军可以摧毁哈尔克岛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这也有风险就是呢会对伊朗跟全球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或者是美军就直接占领哈尔克岛，把这个重要的石油设施拿下来，作为跟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现在呢，拉回到美以双方的说法，都明确的表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场战争将会延续下去，但是也画了红线，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评估的关键就在于说，能够不要打击或者是影响到能源设施。所以这个美以的共同军事行动，现在看起来，对美以双方来说，聂老师觉得他们是觉得老神在胜券在握，还是说其实他们的计谋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觉得这次都打乱了。一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美国要求的是4大目标，前2个目标是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浓缩铀停止，要你的核计划、核设施不要再发展。第二个，你的导弹不要再做的这么厉害，要不然又出现第2个北韩，美国还受得了吗？那以色列一直诱引我，就是说，他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国就说，有道理。我不要让它成功有一个长程甚至洲际导弹，甚至夹带的核，因此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根本没有完成这2个目标。川普不但说我赢了，什么叫胜利在握？他讲了多少次我赢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从2000多个地方到7000多个地方，这样打烂了人家的家园，甚至打死了那么多小孩，叫做赢了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疑问，这是逻辑思考。第一个，美国是一个聪明，这个川普主任要占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在西北边。赫姆塞海在南边，好，赫姆塞海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尔克岛来封锁伊朗的90%石油，这不是以牙还牙，血债
就是冤冤相报嘛。美军这么厉害，这么大，军事实力这么大，你需要这样子来作为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美国你越来越被我们觉得就看弱了。但是当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样冤冤相报的时候，你会更惨。全球经济就像刚才讲的，所有人在分析这样全球经济，当然伊朗经济一定大受伤，全球经济更惨。那伊朗经济受伤之后，它再来又产生了。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实力不够你，我打导弹打不到你美国，可是你打我军事基地，我反击，我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击你能源，还有天然气。卡达我丢5颗，你防了4颗，最后1颗还是打得到。你现在防空，你这么糟糕的代价，2个代价，你的所有的东西防空系统都昂价非常昂贵，你根本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对等的这个战争。对伊朗来讲。第一个军武的不对等，第二个代价的不对等。现在美国在此就会在信誉不断的扫地。你会发现，这次伊朗虽然伤得很重，其实它的国际名声反而更高。就是说，他最后反而他会想要他要求的东西。我现在讲说，你说胜券是不是在握？我绝对看不懂，这怎么叫胜券在？还有一个，什么叫地面战争？请问一下，1955年、1975年发生什么事？越战。《阿甘正传》里面非常清楚，年轻人打到最后疯狂扫射，看到草丛一动，那个鸡也杀，老弱妇孺都杀。已经情绪崩溃了，就像福特号现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个月，还要加2个月在海上，他受不了，连马桶都会塞东西去，情绪会受不了的。船烧了睡在甲板上，美国的问题真的要去了解，这已经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第二个呢，大家也记得吧，在2003年啊，这个我讲2月5号 ，Powell 拿了一个毁灭性的这个武器，抓到了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东西，这个白粉呢。当普丁说是一个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从什么时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个月。请问地面战有什么样的收获？到现在他在伊拉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好之名声？我觉得打地面战，就算这个岛你封锁下来，我觉得你也没有胜。而现在这个 idea 好像不错，但是您问我是不是胜券在握？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战争。第一个，川普情势错判。所以这个形势就有点转型了。所以我刚才在讲这个战争，我认为啊，如果国际在美国霸权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要求，或者说我们不要讲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么样的这个诱因的方式，让这些国家跟他刚刚讲自由行动也好，或者跟美国一起来抵制现代战争。美国这个我刚讲霸权的上中，这次真的会被敲响。所以这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现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辙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点的越战、韩战这样的一个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战损报告也显示啊，从2月28号这个开战以来呢，美军已经损失至少16架军机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无人机被击落。那这2天呢，甚至也传出了美军最先进啊、引以为傲的这个 F-35逆踪战机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网给击中，被迫紧急降落。相关的讯息当然必须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是凯恩呢，他也坦言说，美军目前只拥有局部制空权，也就是只能够控制特定的伊朗领空。那因为伊朗真的是幅员广大，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的领空给这个掌控下来。好，那开战不久呢，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就掌握了相关的情资，然后锁定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来斩首成功。那凸显出的是情报的优势，还有反情报失守对于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但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这边的动作，尤其是这边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是想要用斩首当做一个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领导阶层一一的赶尽杀绝但是有了先前教训的伊朗，他们目前的情报跟反情报的工作又怎么看呢？文佳老师。这个讲到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内瑞拉的总统其实被火抓那莫托罗其实是靠美国的一个精确的情报，然后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没有去做好反情报，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这次的斩首行动哈马内伊呢，他其实他被抓到也因为怎么样？因为美国有精确的情报然后呢加上他疏忽了这个情报，所以呢。美国的情报优势导致于能够斩首成功，然后呢，这个伊朗因为反情报的失误，导致呢他被斩首。那我想这样子看起来呢，这个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在战场是非常之重要那我想这个美伊呢，它的情报能力虽然这个是非常强，但是呢，其实它会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呢？因为战事一拉长。
有时候情报是怎么样，需要靠内线，因为你越长，他们越会保密，你越难去掌握情报，然后他们反情报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伊朗呢，它会靠什么力量呢？它会去中心化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以前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开会或是拿手机，他现在可能不会这样做了，他会分散，所以你很难去执行这个斩首，他会做好反斩首任务哦。那第三个，他也用无人机跟这个飞弹来打消耗战，他企图他去瓦解你的这个斩首，他用消耗战来让你的这个美国，虽然你的战术是获胜了，你的战术，但是你的战略呢，其实是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你未定。对，因为尤其呢，这个我们知道伊朗啊，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万，而且它具有当国这个所谓的领导人的人比比皆是，因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光靠斩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一直会去推选新的人出来啊，没错，对，好，那第二未来我觉得这个情报的趋势呢，当然我们美国短期内它还是需要靠这个尖端的情报跟 AI 的分析能力哦，但是呢，我想这个伊朗会在反情报跟不对称的作战呢，来迅速来补强，所以呢，这个战争形态会变成斩首跟消耗一个并行。了解。那所以我想这个情报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博弈。此外呢，关键还是在于谁拥有了情报优势，那同时又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实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战略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来消耗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们高昂的这些武器反正呢不对称嘛。那但是呢，伊朗也料到这个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国呢，他们不能够去攻击能源设施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川普特别告诫以色列说，不要再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因为以色列先前就攻击了伊朗一个主要的天然油气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报复，因为呢就攻击了这个卡达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因为这个拉斯拉凡处理全球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而现在呢，不止卡达，沙特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港口盐布港也传出遭到攻击一度宣布暂停原油的装船作业。好，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有强调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断上涨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价格，而且可能对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这个石油总量呢，说如果是解除的话呢，估计可以稍微来缓一下燃眉之急就是石油总量因为有大概1亿4000万桶的原油。那分析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 Again Capital 的石油专家叫做约翰基尔杜夫，他说近年来呢，其实中国大陆呢是无视于美国的制裁，光是购买伊朗原油出口就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现在呢，如果华盛顿批准的话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数百桶的原油所以确实能源对全球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一次呢，荷姆斯海峡受到控制之后，其实在亚洲这些国家，包括了日本、中国大陆，当然也是 OK 这些东亚的国家都受到影响。那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国提醒说不能够打油田；美国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所以这场因为地缘冲突引发的石油赛局，姜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谁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觉得大家现在只看两边打来打去，加美国介入，可能刚刚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这个战局。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为什么会提到时间？其实燃油厂、LNG 厂不是说我今天关掉打开，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断生产，它也是要一个时间。那据我所知的话是。目前的燃油气厂再打开的话，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再加上装船，然后再到你的买主身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开还是不开？对。然后这次在挪威有一个能源机构他有去做分析，说这次攻击会让卡达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损失达25%。所以大概是2000万公吨，然后呢，要修复到像打仗之前的话，大概要5年 ，OK，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警讯。那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解除限制之后，中国可能会就地把之前跟卡达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这些黑石油变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实这也会一方面，我觉得目前来说对美国来说算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的话？之前在俄国跟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去抵制欧洲买俄国的天然气。OK， 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代品，从卡达去买这些东西。那现在，卡达又不能生产天然气了。对，那就导致说，那我欧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那远一点，亚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很头痛的。像刚刚和主持人有提到说，美国说我又不用这边的天然气，又不是用这边的油，那你们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们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个现在全球能源的供应出现了一团乱。但是现在美国一句话说，这关我什么事情？你觉得这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可笑吗？好，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有关于氦气的供应断裂啊，因为氦气是液化天然气制成的一个副产品。然后呢，这个现在不只是因为石油受阻，然后造成这个包括石化产业非常的慌乱以外，氦气的供应中断对于半导体制造，因为您是这个半导体科技相关的研究学者对于半导体制造的影响评估怎么看？其实基本上石油啦，半导体常用的就是氢气，就越干净的东西，其实在半导体制成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蚀刻。那其实大家一直在讲半导体，可是很多东西是忽略，是我们的民生化工都要用这些东西。那到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因为半导体说实在的，顶多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些手机、电视。那其实不用手机、不用电视、不换芯不会怎么样。可是你不可能不开车、不点灯、不穿衣服。所以我觉得后续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后面民生化工品的状况。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甚巨现在包括连川协会都受到影响因为川普最近表示呢，由于这个伊朗战事仍然持续当中，他已经要求原本在3月底4月初的访中行，而且要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这个时间呢要延后至少1个月左右。川普也表示，他的说法是说呢，我即将前往中国，虽然行程推迟了1个多月，但相信将会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知道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有些紧张，所以呢，我将会与习主席探讨日本对美国的贡献，也打算对他说说日本的优点。那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则是对此回应，他说中方跟美方双方对于川普访陆时间等相关的问题保持着沟通。中国大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也表示，现在中美经贸相关的议题，包括了在新的形势下双边关税水准、双边关税以及相关非关税的措施都是未来要解决的相关议题。当然，这个川习会因为伊朗的局势而延迟也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是说除了因为真的就是伊朗的局势所造成，那川普也有一个看法是说，川普会不会是技术性的来拖延这次访问中国大陆、访问北京、访问跟习近平主席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有可能吗？有这么复杂吗？陈老师，其实呢，这个川普他生意人他老谋深算，他做什么事呢？其实引起大家很大的好奇跟想去猜想他在想什么，但是他总是出其不意其实我们认为说他在这个3月31号会过去嘛，但是就前几天他说他可能要延后一个月。对。那刚好他的理由有几个嘛，当然就是因为伊朗的战事就是现在是如火如荼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的部分他也在处理嘛，所以呢就是希望不要多开很多条战线因为毕竟又有军事的，然后现在又要去中国，大概是讲经济的嘛所以我想说先军事后经济，所以他来处理这一段，然后呢，同时他利用这段就是延后1个月来观察到底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他对中东态度怎么样，他对能源态度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玩假的？就是讲的中立，讲的这个所谓的要安全，但是不是讲他的观察？那因此我觉得说，在川普他的这个战略算盘里面呢，
当然啦，就是他认为说这个能源呢，已经这个中东战事已经牵动了能源的安全，然后呢优先级别高于这个美中的一个峰会。他认为这个能源重于这个当然是重于他整个峰会嘛哈。那第二个呢，他是争取时间呢，以时间换取空间。他在这时候呢，在观察到1个月之后，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呢，他此外也透过这次跟高市早苗首相的一个会谈，来让这个也拉着日本来让这个美日同盟让中国压力更大。所以他需要用多1个月的时间来争取。那当然这样子看，中国就是获得一个就是回旋的空间嘛。因为他可以怎么样以逸待劳。因为这仗美国在打，他没打，这个人家说隔山观虎斗，然后第二个呢，他可以去就是维持不要直接介入，让美国去弄，弄到你精疲力竭，你到时候我就等以逸待劳这状况嘛，那所以我想呢，这个延后虽然是川普的一个技术性延迟，但是实际上这到底是对美国好呢，还是对中国好呢？其实现在很难论定了，因为各有它的机会，各有它的挑战。对，因为其实应该也算是川普在战略上面陷入了一个困局啊，因为现在不只是在地缘政治上面产生了变化，包括呢国际的经济啊，整个全球经济也受到这个荷姆斯海峡。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说，现在关键点在于说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到底是美国真的完全能够掌控呢，还是一直就在伊朗的手中？现在这个战事导致原油的波价这个原油的油价波动也牵动整个全球的经济。像是美国股市呢，在20号这一天呢，早盘再度的走跌像道琼工业指数呢，20号的早盘是下跌145点，标普500跟 Nasdaq 的指数也分别下跌了0.7%跟1.1%。那费半呢是跌1.1%，台积电 ADR 跌了2.3%。眼看着马上这一场中东战事就进入到第4周。好，那现在能源市场呢也持续的翻腾投资人也因此评估，他们现在要想的是美国联准会目前对于降息的压注是如何。根据彭博资讯的报道，现在货币市场已经把联准会今年10月以前会升息的压注提高到50%。而这家公司叫做 Cadron， 它的投资长则指出呢，当前市场的环境非常脆弱，在油价维持高档与升息风险又升温的情况之下，如果股市没有办法守住技术支撑位恐怕会代表着进一步的压力就要来临了。所以现在受害的也包括了美国股市在这个经济前景未明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起起伏伏的冲击。到底美国股市的前景乐观吗？来请教一下。好了，我觉得对投资来讲，第一个不要看短期啦，第二个呢，不要看一定要相信专业的，好像投资人这有时候还会有些阴谋论，就投资阴谋论。我先讲一下短期，因为刚才主持人讲到说，前几天或哪一天又开始跌多少。各位有没有想到，股市是什么样一个市场？它是算秒的，每天都有人在撮合。我跟你讲股市如潮水，对，月亮有圆缺。我跟你讲，股市涨涨跌跌。有这么多的外资法人，不管是我们讲 pension fund、insurance fund， 我讲就是保险基金、退休基金，甚至还有对不对？我们共同基金，这么多的基金的人操盘手，都为了获利，都在股市这样玩来玩去。这个大环节大家非常清楚。现在有2个最主要，一个是 AI 的浪潮，这个浪潮有没有被 absorb 全部吸完？没有，全部都还在 innovation。虽然大家都看到有很多不合理投资，但是任何独角兽你不丢钱必输，丢钱不一定赢，还在丢。还在研发，所以还有趋势。还没有看到在1990年、在97到99年时候开始走当券的时候，对，没有了。坦白说，这个浪潮大过了地缘政治。再来，这个地缘政治是比较短的。我们虽然会再打一阵子，它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局部。当然，人员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当然，这可以讲到这个降级升息的问题。是，但非常清楚的，投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观众还是一样。抓稳当然是每天要盯盘，叫你买股票不要乱买，就是每天你要有时间盯盘才能买呀。今天有多少量进了量出了，这供需市场决定一切嘛，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现在最少 AI 的浪潮还是大于地缘政治，跌一点还是会撑，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会。好的。第二个，你说升息降息，我认为现在是降息循环的时候，却因为这个地缘政治造成了一个还看不到未来的可能的通膨。
就可能会被喊升息，但也不要去相信。我觉得是平盘为主，现在都不太敢动到年底开始。原来是可能会去年降3，今年降1码，但是看起来今年不太会。平稳了就会再降，因为现在还不是一定要升息的时候，除非很严重的大通膨。确实啊，应该看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就是短期一定会有波动。那相对来说，其实在经济上的压力啊，我们要来继续看的就是中国大陆其实对于这场危机的防御力啊，当然现在普遍来看是优于多数的这个亚欧国家，但是如果要达成呢，大陆两会最近才定下的这个今年4.5%到5%的这个 GDP 的成长目标，恐怕也需要这个强劲的全球经济来支撑。那法国的外贸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他就认为说呢，伊朗冲突对于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在于可能会抑制全球的消费力道，那进一步的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出口。他也指出啊，经济模型显示说，油价上涨25%呢，将使得大陆 GDP 成长减少0.5个百分点。另外就是汇丰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叫范立明，他表示，大陆现在已经广泛采用电动车、还有太阳能、风电还有电池的一些高产能，那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哈。所以姜老师，这个相对于通膨，那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的其实是通缩的问题啊。中国大陆的经济多大程度，您觉得在这次的这个伊朗战事的情况之下，哈，它会受到冲击？我们要评估的是哪些项目或者是一些面向？您觉得？其实目前来说，以伊朗这个事件来说，目前看起来的赢家，目前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刚刚有提到从伊朗来的原油黑油漂白，那再来是因为伊朗关系，所以能源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好中国在电动车、在电池、在太阳能板、在储能装置、在稀土上，目前都是中国主导的。OK， 那川普也不是笨蛋。所以我相信，川普延后1个月，他一定会在这1个月里面憋什么怪招，要中国就范。为什么？因为美国要期中选举了。那我川普一面要表示出对国内我是个在国内里面我要表示对外是个很 tough 的人，对外要表示我最会谈判了，我最厉害了。你看每个人都在哭着求我。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进到了第3个礼拜了。3个礼拜马上过去，即将要进入第4周啊！到现在什么时候会收尾？目前的关键点在于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在谁的手上？伊朗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冲击到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啊，包括经济也受影响。而现在呢，又传出了也门的胡塞组织要进一步，他们要跟进。他们说呢，要加码跟进，因为根据俄新社的报道，胡塞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表示呢，为了要支持伊朗，他们也准备跟进封锁另外一个海峡，叫曼德海峡。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地图哈。好，那这边有个图板，让大家快速来了解相关的地理位置。我们看到的就是呢，现在在讲的是这个关键，大家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荷姆兹海峡在这边，而我们目前讲的这个曼德海峡呢，就是在荷姆兹海峡的东南方左右，这是阿拉伯的整个半岛。这个曼德海峡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红海通往阿拉伯海，那在过去呢，就是我们所在的亚洲了。所以现在也门的胡塞组织说，他们呢在荷姆兹海峡之后，现在也要进一步的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呢，它是连接了欧亚非这3大洲的水上走廊，占着世界这个海上石油贸易量啊，总共看了一下数字是6%。2025年上半年，每天大约有420万桶的石油是通过这个曼德海峡。那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呢，一直是透过输油管，把几百万桶的石油从波斯湾输送到红海，然后改由在红海的盐布港来装载原油。当然，我们也知道最近盐布港呢受到了攻击啊，一度宣布是暂停装油，后来又恢复。好，那如果胡塞组织现在又宣布，要来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不过，因为曼德海峡它跟荷姆兹海峡，虽然说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最短的这个距离哈，就是海峡大概就是32.2公里，但是封锁真的这么容易吗？先请萧金哥。我想啊，首先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其实这个胡塞啊这个组织啊，现在来凑这个热闹。我实际上是就是说班门弄斧啊，在骆老师面前，这个有点趁乱入室啊，趁火打劫的味道。但是问题是，蹭一波是吧？
对啊，但是问题是蹭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搞错了。您看一下你那个地图哦，来，那个盐部哦是距离曼德海峡要往上北，大概已经有2/3的地方，那个位置是盐部，大概距离它1100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那个是横跨整个沙乌地的这个中间出来，所以对。大概就是您刚才落笔那一点，这个地方没有上面在对，那个是盐部，所以呢，那个是整个这样跨过它的腰部，那边的油都是经过苏伊士运河往北走，所以呢这边风啊是根本没有，以往是因为绕经啊这边啊波斯湾出来，然后绕经阿曼、也门，然后这样你在这个风才有用。那另外一个替代的输油管是从UAE，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直到阿曼的。就是靠近对，靠近阿拉伯湾这边啊，是吧？这边那个边呢是往亚洲，所以你这个曼德基本上来讲，在这段时间啊，这个大游轮呢走的反而不多，但是呢，宣布是有心理的震撼。那比较这两个这个海域，你可以看得到。曼德海峡啊是有替代航道，最多绕远一点嘛，绕非洲也绕也就绕过去。但是目前呢，基本上它是用替代的油管跟气管，然后到那边到烟部那边接了，然后往这个输往欧洲。对，所以呢，它在这个地方根本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它封锁的目的。那就这两个海峡而言，这个这个赫姆斯海峡是这个阿曼跟这个伊朗两边来，但是呢，在曼德海峡是这个厄立垂亚，还有这个吉布地，还有也门这三方。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也门这个地方是有比较足够做的这个军力，对，然后这个胡塞，然后在这边形成干扰。但是呢，紧邻的那边这个吉布地是各国都在那边，对，都在那边租借这个就是租借军事基地。那事实上上次呢，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判定说他这个做的封锁并不是那么成功。我觉得我们要纠正那个观念。这个所谓成不成功，不是说把它封得死死的就叫成功，滴水不漏那种感觉。对，不是，你只要能够改变了它整个航运的生态。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论这个物资的供应链或者制造业的供应链，以及资本链就是说资本市场那个波动的它这个整个资金链，你假如说整个要产生的会有一个链波效应，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你不能讲说它没有完全成功，只要造成心理上的影响都算是。到今天为止这个航运界现在那个就是保险费还没有降下来，而且航运整个之中到现在那个就是这个丹麦的这个 Maersk Line 还这个航线都还没有恢复。对，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不能说是因为还是有这个穿越漏网之鱼你就认为它不成功，就跟很多人现在就在讲说这次伊朗封锁赫姆斯海峡还是有这个冒险穿越还是有这个偷溜过去了。当然这个百密自有一疏，但是整个航运界的生态以及这个整个航运市场、资本市场，那都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胡塞组织我们讲蹭这一波，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当然存在感，表示支持，不，存在感是重要的。OK， 因为你存在感就代表了发言权，就代表了政治的影响力。否则在这个时间为什么要趁乱入室去捞一把蹭一下，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心想的预期。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只要任何军事的行动造成整个世界就是这种联动的效应，它基本上就是成功的，没错，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说100%的如何，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只要市场受到了这个心理的一些影响，产生了波动，甚至是这个波动可能是延续的，而且是短期波动，也许还好，但如果是造成未来就是大家不确定的这个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当然，这个除了封锁荷姆斯海峡之外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伊朗对卡达的攻击也导致了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这个地方叫做拉斯拉凡工业城，在4号跟6号的这个生产线都受到严重的损坏。这2条生产线呢，合计年产的量是达到1280万吨占卡达年度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17%，而维修工作呢将需要长达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么卡达能源公司呢预计将会损失大约200亿美元的收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呢也再度警告，他们要对全球各地
他说在观光景点要发动攻击。他就举例像公园啊、休闲区啊、观光胜地啊，只要是伊朗的敌人，就将不再安全。而面对现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目前以色列会遵照这个川普的要求，不再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看到美以双方打击的力道，他们虽然说现在打得顺风顺水的，伊朗也没有还击的能力啊，但是战略上，包括力道上的考量，还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以能源供应的不影响能源供应为主啊，那这会不会是继续打下去美以的软肋呢？老师，对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中东战争，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就看卡达啦，或者像什么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我们看的基本上是战争会不会扩大啊？那么或者我们讲外溢。那我们常说战争扩大呢，其实有2个概念，一个是水平的，一个是垂直的啊。垂直的扩大呢，那就是武力攻击的这种程度啊。你越打，比如原来小的什么燃烧弹呢，后来变成火箭啦、飞弹啦，这种是垂直的这个扩大。横的扩大呢，就是看地区啊，地区你是从这个中东呢，或者扩大到世界别的地方，不断扩大。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当然你美国、以色列打伊朗，或伊朗就算扩大到波斯湾，这是一个扩大，对不对？然后事实上，现在西线的战场已经开了，比如说以色列和打黎巴嫩啊，以色列打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呢，所以事实上叙利亚也怕说会不会外溢到叙利亚啊？那叙利亚也担心，那么所以叙利亚也跟这个伊拉克的政府也讲啊，你小心你内部的那些亲伊朗的民兵，你不要打到我是叙利亚这边来，或者黎巴嫩的这边外溢到叙利亚，这是西部的战线。南部的战线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胡塞啊，胡塞或者到底它也许不管是曼德海峡，它是红海给你造成一个困扰，你的这个 cargo 货运过不去，那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你看它有东线，它有西线，它南线。那现在又讲说，那我跟你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公园、休闲、观光胜地，那就扩大，到处遍地。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所以伊朗它其实也在很仔细的在估算。那你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说我们常讲说，如果说今天扩大，有没有一个点，你做到什么红线或什么东西引爆以后，美国地面部队就来了啊？美国这边有一些中东问题分析专家呢，因为传统上我们都认为，美国如果地面部队进到伊朗，你会陷到泥淖之中。但是另外一批中东问题专家说不是。他说：“伊朗事实上，你地面部队进来，对伊朗来讲那是个梦魇，你知道，因为他这个地面的部队很多其实很糟糕，没有办法阻挡美国的入侵。啊，不管你怎么说，但是美国会不会派地面部队进来，要看你这个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不管是垂直的或水平的，大家都在算哪一个点我可以容忍到什么地步，或哪一个点忽然引爆的后果不可收拾。对啊，所以我说的话是吓你，或者我要造成全世界造成震撼。”那么最好攻击一些人，让别的国家给美国一些压力，给以色列一些压力啊。美国国内也讲说不要再打了吧，这可以停了吧？首先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对，然后就是你看川普会觉得很大压力嘛。你这一打下来，会不会陷到泥淖之中？然后他的 MAGA 的这个阵营已经开始逐渐分裂了啊。那川普在想，那这样再打下去，我期中选举还要不要选？所以他造成的整个影响，先看打不重要，重要是我先讲完以后再看下一步。啊，所以变成我们分析这个美以伊的战争呢，必须随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调整它各种的可能性。对，所以其实看到荷姆兹海峡现在其实这个心理效应已经产生了，就是虽然说我们讲这个这么宽，然后你真的要完全的封锁，像刚刚靖哥讲到是不可能封到这个滴水不漏，但起码在这边的商船已经卡在那边很久了，然后呢，你说敢动吗？动的话，几艘被打击到了，那保险公司也觉得太不划算了，这个船运公司也觉得太危险了，好，所以风险就来了。所以经济上的效应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影响了哈。伊朗的这个持续攻击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只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受到影响。像是美国这边呢，我们看到美股主要的指数在3月20号开盘走低啊，这个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6.64点 ，NASDAQ 呢下跌123.47点，标普500是下跌17.22点。中方这边呢，路透社也分析说，伊朗的冲突抑制了全球的消费力道，因为通膨可能会造成涨价、消费缩手，所以呢，造成中国大陆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冲击。那这又会进一步呢加剧中国大陆呢国内需求的疲软，而且很多企业啊，这个无利可图，就会减少投资，影响工资的发放，所以消费增速也会进一步的放缓。
也有经济预测模型就指出，油价上涨25%将会使得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呢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济冲击的这个角度来评估的话，陆老师觉得现在预警，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刘老师也特别提到，那个点一直在调整啊，那个临界点到底要抓在哪个时间点以前？这也是川普现在必须要在做决策之前好好的盘算的。的确，这个点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但是中国跟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它受到，因为伊朗90%以上的油是出口到中国，所以中国在油方面它的压力就相对比较高。虽然中国在今年它已经进口的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大概15%，所以它已经也大量在储备它的油，目前是有库存，但是还是会影响，因为它的成本还是会提升。尤其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这跟美国以进口为导向的国家两个是不一样。是，所以在中国来讲，它的成本势必提高，那对它目前经济疲软的现象是有相当的冲击。那美国呢？我们从3月18号鲍尔在 Fed 主持的那个记者会看得出来，他对美国冲击影响大不大？那鲍尔说，因为战争情况不明，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膨，所以我们目前也不降息。但是升息我可能会视为一个选项，立场很鹰派。他最主要论点，而且记者一直问他，那到底会不会影响？他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说了7次 I don't know。所以美国也在观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因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4.4%，还在他能接受范围。那它 GDP 第4季是1.4% 的增长，然后通膨呢是2.4%，都是目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持续进行的话，那就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说这个短期的通膨现象好像目前开始只有在油价反映出来，在其他的还没有扩张到其他领域。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风险的资产目前并没有增速，像黄金最近在跌这个咖啡在跌，可可在跌瘦肉、猪肉也在跌，所以这些在跌的现象正好抵消了可能产生的通膨的这个压力。所以目前美国也是在观察。到底这个战争持续下去，会不会对美国的通膨会比较大影响？所以这个点就是双方都在观察。但是对实体经济来讲，中国应该是受伤比美国重一点，因为美国它是产油国家，它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而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油国。所以在这里一相比，所以美国的这个它的负面效应会可能被它赚钱的抵消掉了。